大家好，我是杰克老师。今天是美国西部时间2024年4月30号晚上9:09。这期视频我们讲一下大一点的周期状况。从月线图来看一下比特币它的目前的走势，以及更重要的是，比特币目前是已经到顶了吗？是不是已经要进入熊市了？那么如果说没进入熊市的话，它后面的目标点位是多少？会大概其在什么时候达到这一轮的高点？这是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这期我们不讲每日的日线级的行情主要是展望一下比特币的大的月线级的这个行情。完了之后呢，我们我们这个视频的后面还会再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一下以太坊以太坊它会在什么时候到达什么样的点位。那么我们分析的主要的依据呢是基于波浪原理，还有呢就是斐波那契这个神奇的斐波那契的数学。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比特币过去十几年的历史里面，其实它都是非常精准的，从月线级非常精准的符合斐波那契的数列，它这个数字非常就像自然界的很多这个自然现象符合斐波那契的数列的原理一样。那么这个比特币在过去十几年，越到后面越到最近几年，它从月线级来看，它越符合斐波那契的数列这么一种规律。那么从依据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推算在下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就是它下一轮的高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会到什么样的点位。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探讨的问题。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斐波那契。我就讲的比较简单，我们用大概去算一下。斐波那契呢，它是过去一个数学家他发明的一种数学的一个数字排列的一个方法。它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开始是用2个1，这儿我给大家就可以解释一下2个1。那么从第三个数开始呢，就是它的第三个数就是前面2个数的相加，就一直这么加下去。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数，它就等于前面2个数相加，是吧？相当于这个数，第3个数就等于前面2个数相加，以此类推。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Excel 表我们把它拉下去，是吧？这边拉下去，你看它就形成一个数列，我是不是需要把它打大一点？字体大一些，对，字体大一点吧。你看，就是它形成这么一个数列，这就是斐波那契数列，是吧？斐波那契数列，斐波那契数列呢，它就是有一个规律，就是后面就前面一个数除以后面一个数，前面一个数除以后面一个数，到后面的时候就无限接近于0.118。我们来试一下，我们从这个数开始，就是用这个前面一个数，比如说我们 a1 来除以 b1，是吧？所以第一个数是1第二个数那就0.5，因为是1除以2嘛，是吧？0.5。那么第三个数就是 0.066， 是吧？第四个数是吧，就等于 0.6。这么一直拉下来，越到后面看到没有，就越接近于无限接近于 0.618。所以后面这个0.618实际上是从斐波那契来的，后面大家把它叫做黄金分割，是吧？0.618。所以呢，这个就成了我们的几个在我们这个做交易的时候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一个 0.5， 还有就是 0.618， 以及跟 0.618 相反的是 0.8382， 就1减去 0.618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概率上来讲是1减去 0.618 就 0.382， 这几个重要的点位就是这么来的，是吧？所以呢，就依据这么一个数列呢，就是在自然界里面很多的像植物包括很多天体现象包括人体里很多现象都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数列以及这个黄金分割一个是它是按这个数列来排序的，你看很多的植物的花瓣树叶的树枝包括这个很多花瓣的角度
等等等都和黄金分割以及这个数列相关系，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啊，用 Google 啊，这个随便一查就可以查出来很多，就是这是个神奇的自然现象。那么这里面我们不讲，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重点。我们现在想讲的是，我们待会儿会证明说，这个斐波那契这些数列，它其实是用在我们的比特币的分析里面是非常完美的吻合。大家记住这个主要这几个主要的数字，就前面这几个是吧？一直到这个3、5、8、13、21、34、55啊、89、144，但是后面就没有，因为我们是从月线级嘛，月线级来看。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图。这个图来看呢，就是我们首先还是从大的方面啊，就是从比特币开始啊，从这个能够有历史开始，从10年吧啊，10年开始是吧？这是月线。从月线级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下分类，做了一下波浪的大体的分。那么就是从你看这个超一级的这个最上一级的是这个红线的1、2、3，实际上现在还一直在走第3浪啊，我认为啊现在走第3浪。那么在第3浪的里面呢，又到这个级是1、2、3、4。那么现在我们在走第5浪，目前啊是这样的。那么在目前第5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是1、2、3、4，是走这个第5浪，是吧？我们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波浪的这个分类，这个是很简单的啊。比较神奇的，我要跟大家探讨是，就是每一次的这个我们分的，不管是哪一个级别的高点和低点，就波浪级的高点和低点啊，就是每一次波浪的高点和低点。它的每一级，它们之间的相隔，按月数来分，非常完美的符合斐波那契的数列，啊，这个是很吃惊的。我这里把这个先从最早开始，当然最早呢可能不是那么符合，因为最早这个可能这个用户少嘛，啊用户数少，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用户数越少呢，可能它这个就是越不是那么的接近自然。当你的用户数越多，像现在几千万上亿的这个用户数的时候，啊，从统计分布的角度讲，它就越接近一个自然现象，是吧？那么这个自然现象的角度来讲呢，它就是符合这个斐波那契的数列性质啊。这个字体有点小，我把它打大一点点，看得清楚一点。好，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在11年的时候，第一次到达高峰的时候，相对这个低点，我们来算一下。从这儿这个低点到这儿来，你看就是8，是吧？就是相当于8个月，从低点到第一个高点是8个月。8，我们回到这儿来看，8，这是斐波那契的一个数，是吧？我们再回来看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我们来数一下，从这儿到这儿，啊，这儿低点嘛，5，看到没？这是5，是吧？所以呢，这个是5，我事先是标在这儿了，大一点，是吧？5，啊，那么5，你看这是5，是斐波那契的一个数，是吧？刚才是8，现在是5。我们看第三个，第3浪，这呢稍微有点差异，就是刚才用户不是很多的时候，是这个24，是吧？但我这标成25，到这是25，24、25吧。那么这个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差距，和21最接近是21，所以有那么个2、3个月、3、4个月的差距啊，接近于吧啊。然后我们看下一个，从这儿，从这个地方数到这儿来，13，这个高点啊，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13，我实际上打这儿了，打大一点点，13个月是吧？13我们看看是不是13是吧？斐波那契里面的一个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这个35，这我事先打在这儿了，35，数字打大一点，35，我们看一下，34，斐波那契34、35、34相差1个月啊，这个是还是比较相差1个月很正常的，是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从这个低点高点，这个是就是18年的一次嘛，就是到2万的一次，是吧？从2万到后面的低点是又走了几个月，
12、13到这儿了，因为它是在这儿13，接下来你们可以自己去数一下，13是吧？13斐波那契的13，然后我们从这一点再到21年的那次，从这个低点嘛，是吧？这个低点21年那一次。不对，从这儿啊，从这个点就是大一级的了，我就算错了啊。从这一点是大一级，我们还没到呢。这个大一级啊，就是我们还没到，我们现在走这个第5级，我们现在只能看再下一级的浪，就是这个再小一级的浪。我们再数一下，这儿来，对，这数错了。那么从这儿来看的话呢，我们从这儿到这儿是5。是这儿啊，接着从这儿啊，我们当时的低点是在这儿，5是吧？这是5，我标的是5，所以5是吧？这是斐波那契的一个数。然后我们看从这个点到这儿，我已经标出来是9是8，差一点点，是吧？然后呢？不知道当时是不是算错了，这儿，对，9是，就差1个月啊。然后我们从这儿到上一次的那个高点就是63000，是吧？13，这我没标出来，没关系了，13，对，斐波那契13。好，再从上一次这一点到，因为这是个 A、B、C 是吧？我们就没算这个69000，它这个波浪啊，这个3是在这儿，不是在这儿啊，这个大家注意的。那么从这一点到这个第一点20，到这个地点是20啊，20，最近是21，差一个月。好，现在就是从4浪。走到第5浪，我们现在要走的从4浪走到第5浪，好，走到4浪第5。所以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我标出来这些数啊，标出这些数，我把它再打大一点点，看这个方面大一些，这个21、20，是吧？就是我们看出来每一个这个点基本上都是符合斐波那契的这些数列的，是吧？就是每一个波浪的高点都基本上很精准的，可能相差只相差1个月。唯一的差别是这个最早的就11年的时候，这个是25而不是21，差了4个月，是吧？这是唯一的一个差别。其他的时候都要不然就非常精准的落在斐波那契的，就每个点位啊，每个要不就高点和低点都非常精准的落在了斐波那契的数列这里面，看到没有？要不然就差1个月啊，我觉得误差1个月是可以接受的，啊，像这个是20而不是21，是吧？所以这样就成了，就是说，你看从这儿每一次的高点、低点、高点、低点，它的高点或者低点，就从波浪数的高点或低点啊，都是精准的踏在了斐波那契的按月份数的斐波那契数列上。这个就我们后面的计算就有一个依据。我们现在是4浪，现在在走第5浪，是吧？我们是在走第5浪，从22年开始，22年底开始走5浪。那么这个5浪。既然前面它都是比较精准的踩在了，就是后面这个5浪到4浪的距离啊，它也应该是斐波那契的一个数的，大概就差1个月左右，因为过去10几年一直在遵循这么一个规律，是吧？所以你很难说到了这儿它会打破这个规律。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从现在这儿开始往后数的，那么我们到现在我们数一下。从现在这个4浪这儿开始数，是吧？数到现在，我们目前是第17个月，17个月，所以17是哪儿都不靠，看到没有？要么就13太小了，就是13差的就17比13太大了，然后21呢它也没到，所以呢，按照过去的规律，
来讲的话，这个地方不可能是高点，也不可能是低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踩在斐波那契的任何一个点位上，而在过去历史上，只要是高点或者低点，总是比较精准的踩在了斐波那契的某一个数上面，是吧？要么就是5，要么是8，要么是13，要么是34、35，要么是21、20，是吧？所以就是从这儿来讲，我们从这方讲，你从这个地方开始算起，第4浪到第5浪，这是第17个月，两边不靠。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高点，也不可能是低点。那么最近的一个数呢，就是21，是吧？我刚才列在这儿了。如果21呢，就是8月份，就是今年的8月份，那么这将是一个斐波那契的一个点。所以在今年的8月份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高点，有可能。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我们这个红线啊，我是画了这个减半。那么如果说21周就是今年8月份就到一个高点的话呢，那又是和历史完全不符合。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上，你看，从这个几次减半吧，他们的高点到减半的时间都是在我没记错，都是在相差10个月以上，是吧？这是11个月，再上一次减半，这17个月，我们再看看再上一次。13个月，是吧？所以呢，这个都是在超过10个月。而现在这次如果说是8月份就到了高点的话呢，那么就只有4个月。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按照斐波那契，它毕竟踩在这个斐波那契的整点上，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就假如说刚好这个符合斐波那契的话，那我们就画了一个，就是按照这个，你看还有一点就是每一次它的这个上升啊，每一次的上升。它从这个低点到高点的上升，其实都是用遵循这个抛物线，它是比较严格遵循这个抛物线。你看我们每次，你看我都画了一下这个抛物线，是吧？你看上一次它自从这低点的过来，它基本上就是沿着抛物线上来，走到那个斐波那契的一个整月数的点的时候，它就空气就下去了。你看这也是一样的，你从这儿画一些，你这是我用这个就是用它这个工具画抛物线，是吧？你只要画抛物线过来，它就基本上就按照抛物线上来的。所以1次、2次、3次都是按照抛物线来的，是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现在这一次也是按照抛物线。如果说按照抛物线来的话呢，如果在这个地方就是在8月份就是8月份就到的话，那么它的最高的点啊，最高的点也就是在大概也就在10万，到这个地方是20万，就在10万到20万之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就是离这个减半的时间太短了，这一点和过去的历史不太相符啊，所以这个8月份是大家要关注的。那么第二个更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21，而是34。我们21过后就是34了，它一定是按照整数点来的，是吧？就是斐波那契的整点来的。如果说21没到，就第21周没到的话呢，就到34，34就我这画出来的，是吧？34，这是35，对，往前来一周，34，35了，就往前来一周，就是9月份，9月份，我们再看一下，从这儿开始到第34周，是吧？就是明年的9月份，明年9月份会到了另外一个斐波那契的一个整数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来分，这条抛物线上来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去到，对，当然这个抛物线还没完整了，这是2个点嘛。如果它再踩下来，踩着抛物线踩下来的话，可能越到后面可能越准一些啊。因为目前这个数据还是太少了一点，是吧？那么按照目前这2个点这种抛物线上来的话，就会去到大概会60万左右，60万左右，是吧？当然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从这个中线，就是从波浪的这个通道的原理来讲啊，如果在明年9月份呢，它这个5浪啊，就是第5浪的保守值是在这个中间这根线，是吧？就是在9月，明年9月份啊，就225年的9月份的话呢，这个中间这根线会在
这个地方，是吧？那么大概就是接近20万，18万、19万、20万。高点呢？高点是在这儿，就这个通道的上方啊，高点，那么就在59万，接近60万，也就是说会在这个20万到60万之间，从抛物线来讲更接近于60万，是吧？那么我们如果取个中间值的话，那就是40万，是吧？大概就是那么时间点大概就会在明年的9月份，会到这一轮的高点。那么按照我们过去，刚才我说了，我刚才给大家详细的算了，按照过去的这么10几年的斐波那契的它的走法来看的话，我觉得明年的9月份是一个8、9不离10的一个点，就那个时候会到高点啊。到时候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最保守值在20万，那么中间值在40万，高点在60万，是吧？所以这就是数学，是吧？这个大自然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人用这个比特币网络的话，它就符合一个大自然的规律，是吧？一个是波浪，一个是这个斐波那契的神奇数列啊，这是我们的目前的分析一个结果。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就放心，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有可能，甚至阶段性的高点都可能不是，都可能直接要往上走，是吧？你要从月线级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吧？那么这个它有可能到这儿之后，如果走这条如果说是走这条抛物线的话，就会回踩一下或者再上去点回踩一下再上去这么来走你看目前到这儿它走的太陡了，走的太陡了一点。如果要到明年10月份才到高点，而且你要遵循这个通道理论的话要遵循这个通道的话呢，它就只能说再回调回调到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大概其可以看出来还回调到4万多附近然后再往上走。就算比较健康的一个抛物线，是吧？所以这个是大概比特币的一个情况，以太坊也是同样的情况以太坊我是画出来，因为时间关系吧，我就不用详细的去讲以太坊，我是前面我应该是给画出来了。对，以太坊它因为它的历史不是那么的长，所以呢这个以太坊就相对的数据就少一点点，它是1、2、3、4，现在也是在走这个第5浪走这个第5浪。那么也画了，你看它的每一个高点的低点，它也是这个地方是我把字打大一点，我算出来了，这是13，是吧？这个地方大家你们下来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你们自己去量一下就知道了这很好量，这是11，那么这个地方是打大一点，是35就差1个月这个地方是7，也差1个月，离8嘛，就是斐波那契是8、34，是吧？好，到这儿现在就是第5浪。第5浪的话呢，现在这个以太坊的话，它下一个就是它的高点的话，从这儿算起来，现在是多少呢？现在22，现在是22，所以这个21有可能是高点我们说这个21是一个斐波那契的数，是吧？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以太坊的高点但是呢，我们从整个比特币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现在还不是，是吧？那么它21现在已经走过22了嘛，是吧？它也在往下走。这个如果21不是的话呢，那么它下一个就是34的话呢，就去到了25年的4月份，所以它的高点会在25年4月份来到。这个呢，就是好像比比特币要早一点这个我们到时候再看。其实反正从斐波那契的，因为再下一个就更远了，就不太可能了。我觉得明年的4月份刚好是斐波那契的一个整数点，对于以太坊来讲，所以大家要重点关注。如果说在明年的4月份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它就会大概其会到什么地方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抛物线这个来，那么这个抛物线大概指向到18000到2万这个是第5了。所以在明年的4月份左右，它会到18000到2万区间，而2万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这条通道的中间点。如果要抛到上面来的话呢，那就很过分了，那就是5、6万，是吧？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所以我觉得18000到2万是比较现实的。这是以太坊的情况。当然，以太坊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主要还是大家看前面这个比特币。比特币因为它的历史的数据比较多，所以呢，它更符合这个统计的理论，更符合一种自然现象。好吧，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